好，蜜雅塔罗现在有 LINE 的官方账号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要预约占卜的话，可以加 LINE 的官方账号进行预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主题是你即将实现的愿望有什么好运转向你哦。好，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牌卡。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哦。你的第一张牌是 The Tree Remembers, The X Forgets.But the tree remembers， 伤人的人已经忘记他伤人了，但是呢，被伤害的人，这个伤痛会一直永远的记在心中。好，然后第二张牌是一个蜘蛛网，第三张牌是我们的迷宫 Labyrinth， 这个令人迷惑的东西哦。首先呢，我感觉到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一个比较容易想比较多的人，就是你们的能量啊，比较像是身弱的能量，你们很容易被别人干扰，你们常常脑袋都是有千丝万缕，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有的时候光是这样子的想啊，就会耗尽你很大的能量，所以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做，为什么会感觉很累？事实上是因为你的脑袋一直在转，一直在动。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你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当你想通了，当你想清楚，当你想明白之后，其实你们很容易会成为顶层的人士，你很容易去破圈。但是如果说过去啊，你们的生长环境不是这么好，或者说周遭没有人给你一些提点，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让你发挥，你们有可能就会被自己的思维限制住。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内耗很严重，就是说你们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钻牛角尖，或是感到很煎熬。那有些人你们可能会就是躺平，或者说比较懒惰，外人看起来是懒惰，但其实我觉得是你们耗尽了能量。那有另外一种人，就是你们明明很累，但是你又会勉强自己去做。你们这一组啊，大部分的朋友感觉会有这种就是身体比较虚，或是容易气血不足的这样子的能量的感觉啦。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其实牌卡有告诉你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们容易受伤，而且伤了之后不容易好，但同时你们也是非常有灵性的人，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明白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我觉得你们看事情有一个比较宽广的角度，也比较能够去包容，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只站在自己的视角，站在自己的思维去看这个世界。可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能够去接受很多事情不同面向，也许没有谁对谁错，在这两个极端中，其实是可以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这种中庸之道吧。那很多属于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音乐、艺术或是写作、书画等等的这一方面都是有特长的。可能这种音乐、芳疗，或是这种做一些手工艺，或者是这种营养师，或是跟小动物相关的这一种身心滋养的工作，或是可能比较不要接触这么多人的工作，对你们来讲是
蛮适合的，就是你们因为接触太多人的，很容易被那种就是被别人吸取能量，或是被别人的能量干扰。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有一些人其实你在过往的人生中就很像在迷宫之中一直绕一直绕，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到那个出口，或是说你去试了很久，总觉得每一条路都走不通。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你们的初心，你们的信念其实不会随着你们经历的这些人事物而改变。你们是一个保有初心的人。如果你们现在处于在一个比较低谷的事情，就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不用焦虑不用焦虑。你看到在这个迷宫的中间，它是有灯，它是有一个火光在这里的，还有这一只蜘蛛，虽然它的这个场景好像是在一个黑暗的天空，可是它背后有点点星光。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这个生命之光啊会被点亮，而且你们就是光的一个本身，你们不用太需要去好像一定要很努力去做一些什么，或者说你一定要去汲汲营营做一些什么。只要你掌握了时机，当因缘具足的时候，其实会有贵人来帮你，会有贵人把你推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你们绝对是可以去到一个很高很好的地方，因为刚刚说过，你们其实是很喜欢思考，很喜欢动脑的人，所以呢，你们很容易运用你们的感知能力，或者说运用你们的这个悟性，把事情看透，把事情想清楚之后，你们就会做出一个很棒的一个决定。那这一组的朋友，其实宇宙也要告诉你说，你们想清楚之后呢，因为你们真的很爱想，行动也要去跟上来。只要你们想清楚，配上行动跟上来之后，其实你们不会再被所谓的迷宫困住。这个迷宫只是一个假象而已，你们其实是能够跳脱出来，飞出来，你们不用被困在这个迷宫之中。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属于第一组的讯息，有什么好运转向大家哦。好，先来看一下这3张牌。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喜欢，或者说很适合那一种静静思考的人。在这个静静思考的过程中啊，你们真的就会想通、想明白很多事情哦。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你们非常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或者说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立性。这个也就是你们接下来要成为的一个样子。我觉得你们可以摆脱目前的所处的这个环境的某一些限制，让你心思意念，让你的这个本质没有办法独特发展的一些枷锁，你们即将要摆脱了。你可以向这个世界延伸，你可以向这个世界表达自由的伸展。过去你的身上可能堆了很多的事情，你有很多这种待办事项，有些是你想做的，有些是你不想做的，有些是别人丢给你不得不做的，让你耗尽身心了，让你耗尽身心之后没有办法去做喜欢的事情。而接下来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开始去享受做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事情，而且享受做事情的那个过程你们不再去追求一个所谓的目标，一定要去100%的达成，或是去追求一些很枝微末节的事情，或是去追求一些外在的这种虚幻的认同。我看到的是你们活得更加的自由自在，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的这个摆脱在于摆脱别人的一个勒索，情绪勒索，可能过去你不擅长拒绝别人的请求，或者你就是想要去帮助别人啊，想要去帮助你身边的人，看到你的家人朋友有难，或者是说他们处于一个比较辛苦的状态，你就会于心不忍，就想要拯救这些
不舒服的呢，难过的人，或是请求帮助的人，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渐渐的去明白一些事情，就是别人的业、别人的因果，不要去帮他背负，不要去帮他承担，因为你们自己有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要去完成。当你想清楚、想明白之后，其实你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在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的生活。你在有限的可以去帮助的地方帮忙。当你觉得太超过了，你也不会就是一定要去委屈自己去帮这个忙，牺牲自己去帮这个忙。而且当你下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心情是平和的，你心情是安定的，不会觉得这样子对不起，不会觉得这样子好像自己内心有愧，不会哦。因为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去把握人生中的一个核心哦，你不会让那些低频的能量去接近你，同时你们也不会去羡慕别人或说嫉妒别人哦，因为你本身就是光，你本身所需要的一切已经在你的生命中了，已经在你的周围了，你就是走自己的道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 Chaos 跟 Fire，这张牌啊有4只兔子，他们在家里在拼图，看起来是一个很开心、很温馨的一个场景。然后下面一张牌也是哦，兔子跟这个小狼啊，他们正在一起，好像谈天说地，一起来生这个萤火，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感觉。所以这组朋友，我想要告诉你说，其实呢，你们接下来哦，身边会有人陪伴，你身边会被爱包围。当你更真诚的去表达自己之后啊，你就会吸引同频的人来到你生命中。而且啊，你们内心中的混乱，它会被整理，它会被爬梳哦。也许大家过去啊一直在迷失，所谓的迷失就是别人有什么你也想要有什么，别人追逐什么你也去追逐什么，但是拿到手之后，你才发现这个好像不见得是你要的，或是你们可能会去追逐一些外在的那些量化的事物，比如说金钱、地位、学历什么的，有些东西是你真心想要的，可是有些东西其实你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大家都那么做，你就跟着做。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们的人生呢，是踏踏实实的在走的，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每走一步路都是一个享受的过程，都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我看到将来的你其实是非常沉得住气的，能非常专注在当下，非常平心气和，不会很急躁，而且是有耐心的，你不会想要去跟人家比较，不会想要去跟人家竞争。而且如果有那种酸民啊、酸言酸语，或是有人就是恶意的在你面前出现，你们也不会去好像跟他硬碰硬，而是你选择绕开他就好，因为你们要保留自己的这种精气神，你们要节约自己的能量哦。其实你内在的这个灵性的智慧啊，它会给你关于人生的一个解答。你们是真正有福气的人，你们是天选之人。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可以把内心的这些混乱梳理，你可以从涅槃中重生。以前呢，你看不清楚的、想不明白的一些人事物、一些体验，你都能够看清楚，都能够想明白。过去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啊，现在你都可以去解决。你们绝对可以逆风翻盘，你们绝对可以东山再起，所以不用担心哦。这一组的朋友，不管你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接下来都会非常的不一样。你们其实头脑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你们的这个智慧啊，你们的这个聪明，其实可以去吸引你所想要的人事物跟财富来到你们的生命中。而且你本身就是你刚刚说过，你们本身就是光的来源，你们会去吸引很多好的能量。你们真正会去明白一件事情，外在实相的呈现都是你内在的一些投影。当你把内在清理干净之后，这个投影
目上就没有障碍，所以你们的这个外在世界啊，你会活得非常的平安，你会活得非常的喜乐。好，那接下来这张牌，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你们其实会遇到这个灵魂伴侣，就是他是跟你同频共振的一个灵魂伴侣，而且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你跟他遇到的时候，你们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课题，你不需要他来弥补你的生命，他也不需要你来弥补他的生命，你们有点像是一直相吸，你们身上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质，也许文化背景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或是过去学的东西不一样，或者思考不一样，成长背景不一样，年龄有一些差距等等，就是我觉得你们身上是有这种异质性。可是就是这种异质性特别吸引对方哦，特别想要去挖掘对方身上这些跟你不同的地方，而你们呢，真的是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恰好就在这个时候遇上了。你们会去谈天说地，你们会去说一些心里话，你们会去分享内心一些最脆弱或是最疯狂的想法哦。我看到可能是他为你去点了一盏灯，然后你也为他点了一盏灯，你们互相的去温暖自己，互相的去温暖对方，互相的去给彼此这个正能量。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真的不用怕黑暗，你们不仅有能力去点亮这个火光，能点亮这个光，同时你们接下来也要成为光，你走到哪里光都会打在你身上。你们本身会有足够的信心，你们能够去展现你的价值，展现你的优点，展现你的亮点，你呈现出来的能量就是让别人非常的想要靠近的，因为跟你相处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哦。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这两张牌其实很明显耶，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在人生的交叉路口的时候，你们会遇到贵人，你们会遇到向导，就是也许你在人生中一个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或者说比较消极的时候，比较需要做抉择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遇到一个能量比你高的人，他会来帮助你。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思想上的碰撞。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充电。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你就会透过他的这个叮咛，透过他的一些言语醍醐灌顶的获得人生的答案，然后你会去到达你人生中的巅峰。你可以跟他的能量会分享给你，他的能量会来帮助你。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是千里马，千里马才会遇到伯乐，伯乐看见你，伯乐想要去帮助你，所以你们本身啊，就是有资质的一群人。那我觉得这个贵人呢，他告诉你的是人生要怎么快速通关的方法，就是一个 VIP 的道路啦。你们不见得是要非常这种好像庸庸碌碌的一个努力啊，而是呢你在对的时间点抓住了一个好运，大好运，你抓住了这个风口，你抓住了这个浪头，你就是被这个浪头风口推上去。其实真的是省了很多的力气哦。很多人拼命的去赚钱，拼命的去花时间精力，透支自己生命的能量去赚钱。这个赚的钱是非常的辛苦，要用自己的最宝贵的时间去交换。而接下来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以去轻松的吸引你想要的事物，这个是不一样的层次，不是那种好像小老鼠每天在跑这个老鼠笼一样，你们不是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跳脱出来，你们已经打破了某一个扭转事情的关键点。当你打破了，想通了之后，你就会有质的一个飞跃，很大的一个跳跃，你们的人生会到达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方。过去那些业力啊，或者说伤害你的这些能量，都会完全的被斩断。你看事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看事情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你的价值啊，除了
你自己明白之外，其实周遭的人也会发现，你周遭所处的这个组织、家庭或是这个团体也会给予你肯定。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这个成功啊是不请自来的，就是你做自己，你顺流的这个状态，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就可以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那个成功。接下来呢，哇哦，你们是闪光镁光灯的这个焦点呢。好，这两张牌的能量，其实是在说，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他其实都有自己前进的一个速度跟节奏，所以真的不需要跟人家比。你们确实会在一个领域，你们专注专长这个领域发光发热。有些朋友会累积一些名气粉丝，你可能会出书，你可能被看见，或者说你的这个粉丝团啊，你的这个专业，你经营的这个品牌被大家肯定，或是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品牌，被大家看见，发光发热，然后大家想要去请教你，大家想要跟你学习，或者大家会去欣赏你的作品，欣赏你的演出，欣赏你的这个教导、传递出来的内容、讯息、服务等等的，对于别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会有一群追随你、欣赏你、喜欢你的人哦，真的是你呈现出来的能量，它是能够感动很多人，或者说帮助很多人的。好，身边会有一群为你们加油的人，身边会有一群真心爱你的人。我觉得很多是像这种粉丝啊，或是网络上给你加油打气，或者他就是很喜欢你这个人，很喜欢你的服务，很喜欢你的作品，都有可能。好，那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是在学习呀，或者说你在工作上，你们在这个工作上就是有一些规划，在努力想要去达成什么目标的话，其实我看见你们正在往前进的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往前进的过程中，宇宙会为你开路。我看到你内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你内心其实会有这种源源不绝的创作的能量、表达的能量会出现，特别是在你们独处的时候，特别是在你们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说你去散步的时候，你一个人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点子从你的脑袋中冒出来，然后你回去，就是你回家，或者说你回到工作场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点子啊，实际上是可以运用的。有些方法是要怎么样子去解决的。然后你们这边呢，会有一些很好的外援，就是呢，也许有人会去来牵线，给你一些合作的机会、合作的管道，或者是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啊，被口碑推荐去一家很好的一个公司，所以我觉得你身边呢会有一些连接的能量来帮助你、支持你。然后你们本身呢，前面就说过，你们本身的能量很稳定，然后直觉力很高，悟性也很高。其实这组的朋友接下来我觉得你们对于感情会有一个定见哦。有些朋友其实你好像看过了这种千山万水，或者说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之后，对于感情的想法，我觉得会有你专属的一个这种定义，或者说适合你的一个方式啊。也许有些人想要结婚，也许有些人不想要结婚，或者说结婚之后要不要小孩，我觉得你们其实想得很清楚、通透、明白。甚至有些朋友觉得说，我只要灵魂伴侣啊，我不见得说一定要有什么世俗上的这个婚约承诺，也是可以哦。反正我觉得你们会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前进，然后你身边会有人陪伴你，你们两个的互动模式是很好的，你们这种感情啊，或者说相处的模式是非常融洽的，一切都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在发展，然后你们往前走，越往前走，本来是在
十字路口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抉择选择的部分，被引导之后，遇到贵人之后，你们在你的领域发光发热，你会继续的往前走。要走到哪里呢？其实你们会看到更高更远的一个世界。我觉得很多朋友，当你满足了自己之后，也许你们会去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当你的财富啊，然后能量啊，或者说身边想要的感情，所有的东西都有了之后，就会想要去无偿的去做一些事情，像是当义工啊，或者是说做这件事情就是不是为了钱，纯粹是你喜欢你快乐去做等等的。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做一些跟公益有关的事情，或者说做一些跟健康啊，或者是跟一些环保，跟一些更能够去增进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益的方式的行动方案。那你们这么做是在对自己好，也是在对整个宇宙好。所以呢，其实你们跟宇宙的利益啊是合一的，你对自己好，也是对宇宙好。你把自己顾好，其实就让这个宇宙去呈现一个很美好的丰盛的能量的存在。好，我再来看到下面的牌哦。夏天的国王，秋天，4个秋天哦。好，你们会储备非常非常多的能量，你们会有很多精彩的创造，而且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去相信你心中所相信的，即使在当下没有人去明白你们，你们也能够去自得其乐，而且你的这个选择啊，时间会证明你是正确的。可能一开始有些东西别人不理解，别人不明白，别人轻看了，或者说别人不了解这个你选择的价值，或者说这件事情的一个价值，而时间会证明一切，你会让其他人大吃一惊。而且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在某方面获得非常丰沛的一个回报，金钱的回报。因为有了这个金钱的回报，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因为这一大笔金钱去辞职，或者说你因为这笔金钱，你可以去出国旅游、游学或创业，或者说你可以去结婚，这个结婚基金、买房等等。我看见真的是有一大笔金钱的能量来帮助你去实现你心中一个很想要实现的愿望。好，我觉得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稳固，各种的能量其实都在储备起来。这个稳固、这个保守的能量是在的。也许有些人会想要去好奇，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样子才可以从一个好像身弱之人，然后很容易被外在动摇，很容易受伤，转变成今天这个随性自在，然后能够去保护自己的能量，能够自我肯定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有些人会好奇，有些人会想要知道，会发现，甚至是你身边的朋友会发现，你们其实会有蛮大的一个转变的。好，愚者牌，夏天的报信者，秋天的3，好，秋天的1，冬天的3，秋天的1，这几张牌在说什么呢？这组朋友其实刚刚说过，你们其实非常非常的善良哦。你们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会战胜内心的恐惧，充满力量，就像这个愚者一样，他即将踏上一个未知的旅程。那他相信他自己接下来要走的路，他不会害怕，而且他身边有这么多的小精灵、小天使在帮助你们，也就是你们接下来走的路啊，其实守护天使都会在你身边帮助你，就像这些小天使啊、小精灵啊，其实在拉着这个愚者的衣角，叫他前进往这个方向。这组朋友，我要特别提醒你们哦，刚刚说过你们是天选之人，有的时候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做不成功，怎么努力都不成功，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或者说有些朋友，你在过去的人生中，你有这种情结，就是这个情结就是感情的情啦，情关难过，你会觉得这个感情好像真的是让你人生跌了很大的一跤，甚至再也爬不起来，耗尽了心力等等的。我想要告诉你们，其实是很有福报的一群人，因为
过去宇宙让你没有办法在某件事情成功，没有办法去在某一个感情跟某个人在一起，或者说没有办法跟他走下去，其实是在保护你们。你们过了这个情节，过了这个难关之后，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要重生了。宇宙过去不让你走这一条路，不让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是要保护你，因为很可能走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会比自己一个人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你跟他走下去之后，会比自己一个人还要惨。所以我觉得宇宙其实是要保护你，所以让你在某些事情上让它停止，让它就走到这里，因为你们接下来可能要去的地方会比你过去做的这个选择是更加优的，宇宙要给你的福报是更大的，而它过去让你不成功的这件事情其实正是因为你的福报所以你才能够在那些不好的事情上跟他断舍离，然后跟他分道扬镳，所以这个是宇宙要传达的讯息。那接下来我看见你们能够去掌握自己的生活，你们能够去完完全全的清晰的斩断一些迷雾跟业力，在未来你们会对人生有很清楚的方向感。那这边也有智慧跟学习的能量，就是说在智慧在学业上你们会找到良师益友，有些朋友在学习上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导师教授。我看见你们对于知识的这个追求热情，或是说你的这个学习能力其实是很好的，不管是在学校的学业知识，或者是说你已经出社会了，在各种领域上的这种专业知识的学习，其实都会有很好的一个能力跟能量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在接下来宇宙也要提醒你，其实你们刚刚说过，你们已经出现2张舞台上的牌第一张跟第2张都是一个表演，都是一个舞台，而且第2张的这个舞台它也显示了，你看你们其实会有人跟你相伴，你的这个灵魂伴侣，你的这个感情对象，你们会一起去演绎一场非常美丽的戏，你们会沉浸在你们的这个舞姿中，沉浸在你们的戏剧中，所以也许有些朋友你们迎来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感情，非常符合你自己期待的感情，非常符合你的想法的这种感情的模式跟发展方式，以及这个对象的颜值，他的这个经济状况，他的这个声音谈吐各种都是你喜欢的，都是你的菜，所以你就觉得说一切都是如你所愿。那宇宙这边要提醒你的是，看到这张牌吗？这边出现了一些小人跟小老鼠人，它有点像是在交头接耳，闲言闲语，也许是在说为什么你这么的好运，这么的幸运可以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呢？或者是说他们在嫉妒你，他们在羡慕你，他在散布一些不实的谣言。但是请你们不要怕，因为宇宙要让你去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是在台下的，而你们是在台上的。同时他们在这种闲言闲语的同时，有一些人目光其实是转向他们，有一些人其实在发现说这几个坏东西在散播不利于你的资讯，这件事情是会被制止的。好，这些事情是会被切断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用你去动口动手跟处理。我觉得喜欢你的人，相信你的人，他们就会去让这些谣言，让这些坏事适可而止。如果过去你们是一个人很辛苦的在某一个组织中去打拼，或者说去努力，去好像这种孤立无援，没有协助，再去度过很多的难关，接下来一切将不一样。我看到的是你们有可能就是完完全全跳脱出原来那个环境，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中，新的这个层面中，生活大大的转向，你开心的在做你喜欢的事情，你自由自在的去表达表现自己，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专心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也不会被下面的那一些闲言闲语、杂音跟杂讯所影响。
你们的价值真的被看见，我觉得你们的能力真的是很厉害，非常非常的旺盛。而你的这个伴侣啊，跟你这个心心相印的对象，你们两个加在一起，其实是强强联手的能量。然后最后一张牌啊，最后一张牌，我这边感觉上是有些朋友你们的健康的状况、健康的议题要被修复，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开始哦，有一些健康的议题有点像是把一个东西拿走、切除、移除、移开，跟它说再见之后，我们拥有的剩下的在一起，好像新生一起重生了。我们会跟某一些东西，某一些不好的能量说告别，说再见之后呢，你会以一个崭新的新的姿态去活下去，也许跟过去的你有一些不同，但是它却是一个新的能量。你们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品质，以及对于生活的掌握，对于健康的掌握，对于每一天你应该要为你的健康去做什么，我觉得你们都会有执行力，脚踏实地的去看见你的健康状况变好了，你的生活变得可控了，然后你觉得每一天的那个自己醒来看到自己都是非常非常的美好，这样子的生活状况、步骤、节奏以及掌控，会给你的心中带来很大的踏实感跟安定感。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面的牌最后啊，宇宙给第一组朋友什么样子的提点还有讯息。好，我们的21号牌是策略这一组的朋友啊，想要跟你说，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看中，或者说在计划一些喜欢的这种事情，或者说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在心中有看到什么喜欢的对象，想要把它拿下来，我觉得接下来真的就是把你想要的方向写下来，这些细节啊，慢慢的你就可以看见，可以去呈现。这是一张能够去全面掌握的牌，可以将想法化成行动，而且紧盯的前方的道路，你们可以以最小的这个阻力，甚至是走一个捷径来达到新的境界。我觉得前方的这个果实是非常甜美、非常诱人的，你们会往前走，你们会去进攻，你们会去采取行动，而且你们非常的有弹性。在这条路上，很多人你们现在正在规划的事情啊，或者说你们现在正在看重的、想要拿下的这个东西，奖杯、奖赏，或是什么样子的黑感情啊，我觉得都非常有机会可以去实现哦。然后下一张牌它是阴阳阴阳之所以可以发展成64卦，而且持续的演化，就是因为它阴跟阳在对立期间又有一个融合。我觉得这个是你们接下来之间的能量，你们接下来就是有阴又有阳，这两个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平衡的，互相对立又互相的依赖，然后能够很久持续的一个运行。你们的能量会不断的在进化，金钱的能量、情绪的能量、生命的能量、善的能量、恶的能量，各种能量啊，负向的能量、正向的能量都会不断的运行，不断的演化，不断的融合。所以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能够将自己的情绪，或者说将自己的这个内在思维掌握得很好。过去就是刚开始的这个牌，它抽到的其实是你们比较容易内耗，想的比较多。那如果说接下来这个阴阳融合，其实你们对很多事情就是不用一直挂心了，你能够吃得好，能够睡得好，能够没烦恼，在掌握之下，在把握之下，其实这组的朋友真的是可以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去前进，没有说一定要去过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真的可以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前进。在你的人生周期中，它会有高低起伏，它会有一些特定的情绪经验跟体验，但是你们能够去理解这些波动的表面，你们其实是可以是平静的，内心是可以平静的，平静无波，让这些波动就是顺其自然的流动。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接下来你们会进入一个高度直觉力的一个时期外在的环境
它会进入到你的内心，可是它不会影响你，相反的，你们会去观察、观看，然后把一些事情做一个策略计划行动之后，你们会有一个很好的统合，很好的收尾。在阴性周期的时候，你们会去顺流，你们会去臣服，将自己内在本性完整的表达出来，去感受宇宙要你感受的能量。在阳性周期的时候，你们更多的是行动，更多的是看见，更多的是表达。而这2个周期可以让你往前进，也可以让你休息。有的时候是外显积极，有的时候是休息，有的时候是回归自我的能量。所以充分的运用的这个循环呢，你们真的就像前面所说的，你需要的一切已经在你的本身，已经在你的身上，你们不需要去向外求。接下来你们会去达到一个身心灵平衡和平的一个状况，一切都是美好的，美好的自然而然会来到，一切都是丰盛的，一切都是富足的。你们所做的这个决定都是好的决定，你们所选择的这个选择都会去结出一个好的果实。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就真的要请你相信，往前走就会看到你心中的那个太阳，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彩虹，往前走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其实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你会看见外在的这个掌声呢，外在的这些就是想要的这个名声或者说声望，它就是不请自来的。你们可能也没有去追逐这些区的名啊，或者是别人的这些称赞，可是它就自然而然来到你的生命中。而那些不好的业力的这个关系完完全全的被断开，即使它存在也不会影响你，甚至你也看不见。他们就是在台下很黑暗的一群，而你们是在台上，是镁光灯的焦点。你只要尽情的去演好你的这一出戏，尽情的做好你当下所做的事情，尽情的去享受人生就可以咯。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2组的朋友们看一下你们即将实现的愿望，什么样子的好运，什么样子的福报，本来就是属于你们的呢？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牌卡。好，第2组的朋友啊，我们的牌卡是这个 Mirror。Treat your body like the Paris it is。首先呢，我觉得第2组的朋友啊，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本身啊，这个身体或者说你本身的这个能量啊，你自己，你对待你自己就像是一个宫殿，或者说就像是一座庙一样，你要用好的能量去滋养它。因为你怎么对待你自己，你怎么思考，怎么对自己说话，其实都会影响你接下来的一个运势哦。所以宇宙，请你要好好的对待自己。感觉上这一组的朋友啊，可能过去有一段时间哦，有一个比较低谷的时间，是你觉得你好像迷路了。那你在这一条路上一直想着说要怎么样子去避开一些陷阱，避开一些危险，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要怎么样在感情在工作上去达成自己的理想，或者说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功。可是你们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说越努力越迷茫，或是说好像自己白忙一场，好像自己付出了很多都没有得到回报的那种感觉。那内心有的时候也会想说，是不是就不要这么努力了？然后你其实一直有一种跌跌撞撞找不到出口的感觉。过去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最低潮的时光了。很多的朋友，你们看到的是前方有路，好，前方有路，而且你们接下来会越来越懂得去照顾自己。你会明白说，其实你照顾自己就是在帮助整个宇宙，就是在帮助整个世界哦。好，我们看到这张牌，往前走。
往前走，放下过去，走向未来。这张牌有漂亮的草原，草原是地球上很丰富、最丰盛的这个植物家族之一。那这个草它可以喂养动物，然后这个草繁茂的生长还可以产生大量的氧气，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滋养能量的来源。当大家抽到这张卡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它代表的是有一个很繁盛的生育力、生产力，还有爱情、健康、丰盛、丰盈等等的能量正在向大家靠拢。你心中所期待的事情，它正在储备，它正在生长，它正在扩张，所以你们要继续的往前走。有的时候呢，你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可能会有一些让你分心的事情，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哦，其实前方的道路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远处有阳光，黎明的阳光、希望的阳光正在升起，所以大家抬头挺胸的往前走，并且要告诉自己说，你的需求本来就会得到满足，你的期待这个是理所应得的，你的生活正在以最好的方式展开，正在以最符合你的最高利益的形式开始升级，开始变化。所以大家不要让目前周遭环境的一些阻碍，或者是说一些波折，让你去阻断靠近你丰盛生活的那条道路。大家要看的是往前看，往远看，而不要看这个小小的挫折。对，这些事情等到你1年、2年、10年回过头来去看，它其实是一件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好，接下来这里还有一个能量是想要告诉他哦，这边呢也象征的是太阳升起一个新的循环的开始，一个新的循环的开始，代表说有些朋友啊，你们其实真的要去放下过去，你可能承担了太多过去的事件，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清清楚楚看到现在，甚至过去的事情已经过了，可是你还是会担忧历史会不会重演。所以不管是在感情或者说在生活上，你们做一些选择，可能会因为过去影响到你，可能会因为过去的事件让你有一些不自信。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说，过去并不等于未来哦。如果说过去有某一种模式，或者说有一种情绪反复的出现，但也并不代表说未来你们必定会如此啊。只要你们简单、干净、利落的去放下过去对你的束缚，过去它就真的过去了，你让它过去，它就过去了。接下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更加的把你的能量投入在当下，更加的把你的能量投入在当下你所经历的那个情绪、那个感动、周遭的一切，你闻到的这个气味，你看到的人、听到的声音，那些质感，还有那个所处的环境的那个氛围，当你投入在当下的这个时刻，这个能量、光辉的能量、太阳的能量就会显现出来，过去困扰你的那些黑暗的因子也在慢慢的、渐渐的消退。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牌卡。好 ，Variable Lightness of Being 这张牌啊，感觉上大家正在往上飞跃的一个过程哦，大家是抬头挺胸，而且眼睛这个目光是往上看的，代表说第二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啊越来越轻盈，你们会超过某一些边界，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会去做一些挑战，这个挑战是过去你没有尝试过的，你们会稍稍去跨越你的舒适圈，你们会去做一些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哦。
这一张牌就是改变你的界限，去创造新的界限。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它没有我想的那么难，原来这件事情的推动是很简单的，我可以去应付的。我看到的是你们创造了新的边界，你们把不可能化为可能，你们的舒适圈更加的扩大了。你们接下来会对于很多学习上的一个成长，事业上的一个成长，精神上的一个成长，在于你们想要推动的这个事情上，你们是充满野心的，你们会快速的进展，你们会去看见在这条道路上明亮的阳光，它是一个没有遮蔽物、没有阴影的阳光。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会有很多恩典的发生，你们正在逐步的往上提升，就像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一样。它并不是一下子把你拉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因为那也许对你来说你会没有办法适应，它是一个温和的改变的过程，你可以逐步拾级而上，就是慢慢的走上去，你将会遇到一个你觉得很美好，美好到让你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甚至让你觉得很震惊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在你往上走的这个过程是充满期待的，因为你即将要遇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人，这个不可思议的美好会让你觉得好到不像是真的，不像是一个真实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个机会，或是一个故事、一个情节、一个事件哦。有些朋友你会突然遇到了意外的财富，很意外的得到了一大笔钱，可以去完成你的梦想，可以让你去不为五斗米折腰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请你们深呼吸，深呼吸，允许自己去承接在这份美好当中，允许自己去融化在这份美好当中哦。这个是你最清醒的时刻，这个也是你看见美梦成真的时刻。宇宙会给你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礼物，让你去相信这世界上其实打破你认知边界的事情真的非常多。运用你最大的一个想象力去想象你接下来可能迎接的一个壮丽，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甚至有一点让人头晕目眩的能量。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会脱离某一个组织体系的一个控制，真心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会自己去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规则体系，你会找到适合你的环境，在那个环境的能量场中，你会觉得你非常的舒服，这里就是属于你的地方，你不会想要离开，你会在某一个地方寻找到爱，寻找到跟你同频的人。好，接下来看到这张牌，色彩变化的彩虹光泽。其实大家看到这两张牌都是一个好像仰头看的姿态，然后再去接收来自高维度的能量哦。好，这张牌也是，它想要讲的也是把你的双臂伸展开来，去拥抱那一些你前所未见的一个全新的时刻，全新的意识，全新的体验。其实我觉得你们的内在会经历一个很奇妙，然后更高的一个自我维度。在这样子的旅程中，你会发现其实你是由内而外在闪耀着，你不再被任何规范或者说世俗的一些体制能量给束缚哦。你们的振动频率会提升，让你达到一个心灵的美好，它就很像是一个在天堂般的境界。有些时候外在的事情对你来说已经真的不会再去影响到你，你们可以在你的内在获得很大的平静跟满足，对你所追求的这个信仰信念，你要如何过生活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信念，而且你就是真实的相信这个声音，对于外在的闲言闲语杂讯，其他的那些干扰真的不会去影响你，也都已经不存在你的世界了。当你开始思考你本身这个闪耀的彩虹的光泽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向最高层次的这个现实去展现你自己，也带领你自己迈向更高阶的精神的能量哦。
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我们的下一张牌好厉害哦！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整个能量是非常的，不仅是进化，你们会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层次。这张牌是什么呢？这张牌是涅槃。如果你想要的话，其实幸福、祥和跟极乐，你是可以去达到这样子的状态的。涅槃是佛教徒所追求的超脱一切、极度精神自由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不再被任何这种人类或者说低维度的能量，人类所建立的一些体制，或者是说超脱了一些规范是非对错的一个概念，你超脱于这些人所制定的规则跟制度之上，而你更去思考的是这件事行不行得通，能不能去实现，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好，能不能够达到这个涅槃的境界，其实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你相不相信，你想不想要，你相不相信。你们身上的标签都会被撕下来，你们可以跳脱窠臼，真正的去重新的打造你自己，重新的去创造你自己。甚至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直觉力也会变得非常的强，你可以去接收到其他生物、其他人类的这个震动的能量，透过这个震动就明白了其他人或者说其他的动植物的一个感受。有时候你们走进一个场域啊，或者说一个房子、一个空间，你就可以实实在在的感受到那里的一个气氛，或者是说曾经住过那里的人，曾经待在那里的人是有什么样子的经验跟历程。我觉得你们能够有这种心电感应，你们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去表达，就能够对于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吸收跟理解。你也不用透过言语去传达，你透过你能量的震动，其实就可以去交换很多的一个讯息，甚至很多的语言文字，或者说很多的表达，它其实是不精确的，它其实是一个杂讯跟噪音。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去发掘你的天赋，你会发现你的天赋是一个祝福，有的时候这个祝福它会需要一场危机来去打开，来去发掘，来去让你遇见你深层的渴望、欲望、才能，你的本质，你擅长做的事情，它就像一个礼物一样，你将这个礼物打开，充满热情的打开，你会发现其实你整个人就好像开关被打开了一样，这个电被充满一样，你突然会有了非常多的灵感，做很多事情都在一个顺流的状态。所以大家你不要去放弃跟你本身的才华天赋去对抗，相反的你要去挖掘你内在隐藏的被编码好的写在你 DNA 的这个祝福，你要全心全意爱着你的才能天赋跟才华，你的美好，全心全意致力的去爱自己，投入在自己的这个才华能量，投入在自己这个专长以及你的特质的展现的表达上。好，这个涅槃呢，它指的是一种很久的天堂的状态，你们可以待在这里，唯一你跟这个涅槃的状态，刚刚说过中间阻隔你、遮蔽你们，或者说让你没有办法到达的，只在于你的思想。所以如果你愿意，你们真的可以进入一个欢欣鼓舞的时刻。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这个涅槃就在你当中，它其实在等着你。就算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相信，你有一段时间离开，或者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那么幸运的人，可是这个涅槃永远都在这里，它不离开你。只要你愿意回归，只要你重新回来，找到你神圣之路，你都会被这个敞开的能量所欢迎。就像好这个天使一样，他真的是张开双臂在欢迎你，只要你相信，你就会找到这一条回家的路。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这张牌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哦。好，
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真的非常的强大，你们的智慧也是，你们可以达到最高阶的宇宙性的一个真理。你们所接收到、所明白到、所理解到的，不是一些片段的这种知识，或者说一个什么样子的技能而已。你们理解到的是一个亘古不变、恒常不变的真理，而且我觉得你们的精神世界非常的博大精深，你们本身是有神性的一组朋友哦。好，启蒙的过程哦，我看到你们其实会对很多事情真心的感谢，真诚的说谢谢。即使当你身边你的领域、你的工作、你的感情出现一些挑战，你们也会将重点、生活的重点放在你生命中其他正常运作的部分，你也会能够好好的睡个好觉。我看见其实会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其实这几张牌都在诉说同样的梦、同样的故事。这个梦是让你从头到脚都感觉到闪耀，都感觉到飞翔，都想要去飞翔的能量，甚至你会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感激你，我就是感激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感激你可以存在这个世界上去体验一切的美好。你们充满清晰的思维，还有你们充满着智慧以及高度的热情，就像在天空飞行一样，可以跟你的这个守护天使指导灵做直接的交流。这边再一次出现了这种很突然的赢得了这种头奖，这个头奖可能是财富上的，或者是说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或者说一个在感情上意想不到好的这个人，或者说好的一个时机，让你跟你朝思暮想的人见面的这样子的能量你们去吸收这样子的能量，就像穿着一个紧身衣一样，把这个能量像衣服一样穿戴在身上一旦你允许自己走入你的意识，走入你的世界，其实你的关系、你的身体还有你的梦想都在朝着辉煌的方向发展，请你往前走，去探索更极端的美好，更极端的一个高潮。你们要去放下一些不合你频率、不符合你利益的一个自我对话。其实前面就有说，你要去放下一些可能是你习以为常，但是其实是在伤害你、损耗你的生活方式。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其实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健康，你后面这个存款的数字再多的零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组的朋友，你们开牌的这个能量，请你们顾到的就是健康。这个健康是身体的健康，也包含了心灵的健康，全方位的健康都要去兼顾去放下一些小小的负面情绪，去放下一些错误的思想、害怕的念头，或者是说一些颤抖的不自信，这些问题它会在你们思考过程中得到提炼，得到解答，甚至过去的那一些不好的经验、噩梦等等，或者说健康上的一些困难，它都像炼金术一样，它其实可以让你去达成启蒙，它是让你达成启蒙过程中的一个催化剂，你们可以去达到一个奇妙的、充满惊奇的、辉煌的生活。无限的这个金黄色的光芒就存在你的眼前，而且它是没有办法被消除的。你要允许你的意识之光帮助你提升，你要去相信，真的是相信就会看见。好，我们接下来下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土星的环。好，首先想要跟大家讲的是你们这边有一个能量，刚刚说过，你们接下来在追求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已经超脱了世俗的成功，超脱了这些名利的一个标签对你来说成就的定义可能是做你自己真心感动以及带来价值的事情，而非去做一些带来名利的事情。
你们的成功，你内在会有一个内在评分表，所以我觉得你开始要去追寻的这个价值体系是符合你内在评分表的一个标准。对于工作啊，什么样子的工作是适合你的，什么样子的工作是让你感到有价值的，你们不会把竞争、出人头地或是名列前茅等等的这种概念，要赚很多钱的概念摆在第一位。相反的，你们想要追求的是跟你内在的价值体系是合一的。对你来说，其实没有竞争，也没有输跟赢，而是有没有创造价值，有没有让自己内心感到满足，有没有对你以及对这个世界感到有帮助、有益处呢？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自行去定义你们想要什么样子的工作，想要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生活。那土星的环啊，如果在你周遭的人，有一些人因为你去做了你想做的事情，或者说因为你设立了一些界限而发脾气的话，大家其实不用伤心难过。因为这张牌其实想告诉大家说，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啊，可以进入到你的这个生命当中，跟你作为最亲密的人，可以在你的人际关系中进入到最内圈的人，其实并不多。对，你们要去珍惜他们。但如果说他们有一天，他的想法改变了，以及他的思维改变了，你们可能会跟他们走向不同的方向，你们也不要感到难过，你可以仍然的去爱他们，只是你不用把他们或者说跟你自己一定要绑在同一个时间跟同一个空间中。所以有些人如果说这个关系是可以断掉的，或者说这些关系是可以淡化的，当你不再对这些人感到共鸣的时候，其实你就不需要把这些人的能量去放在你的最内圈，因为你可能会感受到不和谐、痛苦以及能量场的一个缩小。因为对你们而言，你们能量场的最内圈，它是一个神圣的圣地，你们神圣的圣地要放的是一个最珍贵、最值得信赖的人，而且是要在当下，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在当下令你感觉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哦。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人生某一个时间点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比如说你跟某一个人结婚，或者说你要住在某一个城市，或者是说你要从事什么样子的工作。好，在当时你确实是真心所向往，真心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可能时空环境改变了，你的想法又有一些变动，或者说你的能量有一些变动，大家不要去抗拒这些变动，大家也不要说害怕这些变动。好，事情就是会发生，有些事情没有预料的发生了，或者说有些事情是几率很小，但是它发生了，或是有一些你超乎你掌控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但是都没有关系。你可以凭你当下的这个心念的想法去选择。比如说就人际关系而言有些人你其实是可以去断舍离的，有些人虽然你们当下的振动频率有一点不符合，但是你还是想要把他留在身边，你还是有一个信念说最后你们会在一起，说你们就是要在一起，所以你们尽力的把这个现实的生活中过好，这个也是可以的，出于你的选择，出于你们想要的一个状态。你们最伟大的成就是因为你们克服了逆境。首先呢，你们一定在人生中一定会产生一些逆境，甚至有些朋友你们已经经历过最低潮的时刻，这个最不舒服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就是你们已经明白逆境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了。所以宇宙想要跟你说，你遇到了逆境之后，你其实是你过去克服了，或者说你现在正在经历，你也有办法去克服这个逆境。
土星呢，它是摩羯座跟水瓶座的守护星，它也具有收缩的一个特质。土星它所在的宫位代表你们今生所必须要面对最严肃的一个课题，以及最容易挑起你需要去承担的一些责任跟挑战的一个领域。所以土星有它的限制存在，可是克服了这些限制之后，你们迎来的就是美满，你们迎来了就是圆满。所以你们看一下，其实这几张正能量的牌加上这个土星，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要跟大家讲说，有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有限或者说限制当中，你更能够去感受到生命的可贵跟这种关系的一个美好哦。当我们这个时间没有限，资源没有限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浪费，可能我们就不会这么样的去珍惜。如果每一个人都长生不老，那么今天跟明天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就会无限制的扩张，无限制的想要。有的时候土星的限制其实是会帮助大家去看待好你的核心是什么，你真心所想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土星告诉你的这个逆境，你是可以去克服的，你们已经在克服了，你们即将要克服了。接下来我看见是大家会更加的正面去看待你人生中的事情，你可以把逆境当成好事，你可以用一个很技巧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生命中遇到的难题。一旦你经历过完成过这个过程之后，你下一次再面对同样的困境，对你来说就已经不是困境了，因为你可以用最理性最不情绪化的方式来解决事情，解决挑战，而且你能够去处理，你能够做一些选择，这些选择会在关键的时刻去改变你的命运。所以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我觉得你们内心其实会很清楚，你们因为过去的逆境变得更加坚强，而且会收集更多的智慧。你们接下来遇到逆境的机会其实已经大幅的降低，因为你的选择改变了，思考改变了，心态也改变了，更加的正面。所以我觉得大家这副牌整个能量就是你们在这个能量圈中闪闪发光，你本身就是神性的所在，你周遭还有保护你的这个守护天使，保护你，就像在你在船上航行的时候，还帮你准备了这个救生圈，然后在旁边还有一些守护卫队一样，让你可以在这个大海中，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中去航行，去遨游，然后也可以安然的、平安的、安全的归来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其实你们是可以去这个世界多多的体验，多多的尝试的。那你们接下来可能有一段时间会比较专注在内在关于自己的一个对话，你可能会比较喜欢待在家里，或者说你在跟别人聊天聚会的时候你会去多多的去倾听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对于你人生当中可以进入到你生命中核心生活圈的人，他必定是你真心喜欢而且信任的人。对于那一些你们不想要去接触的人，你们有的时候也会去把自己包裹起来，你不想要让人家看透，不想要让人家了解。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有属于自己的隐私跟神秘就是你的这个就说你的这个完整的揭露，或者说你的这个最孩子气的一面，或者说最不好，或者说最难搞的一面其实你只有在最信任的人的面前，你才会尽情的去呈现出来。那你们呢，接下来对于事情，或者说对于这个生命的感悟跟体悟都会非常深，你们会觉得其实过去的一切，你会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去解读曾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你们会重新的定义，而且会是一个正向的方式去定义一切的一个经历。那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的身体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快乐。好，你的这个身体的快乐，或者说身体的律动，其实也会去影响你的心情
有的时候在低潮的时候去动一动，或者说让自己好用力的、开心的去笑出来，是可以去刺激身体里的这个快乐回路，去产生一些激素。有的时候身体先动起来，好，身体先去就像跳舞一样，好，去动起来，去律动，由身体带动心理的内在转变。刚刚说过，前面有内而外的转变，以及前面是由内而外的转变，以及这张牌卡所说的由外而内的一个影响，同时两方面同时会发生。你们真的是会去找到一些排除压力的方法。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生命中会有很多这种隐微的小小的令你担忧的事情，为压力，有一些事件，或者说你的生命中常常有需要及时去处理的事情，或者说你需要随时待命，你有一些绩效的压力，然后你就是很多很多的小事情叠起来，就让你觉得好像很难去完完全全的喘一口气，完完全全的把这些东西甩开，甚至这些小小的事情累积起来，就会渗透到你的思想、你的情绪当中，会让你很累，甚至会去窃取了你的这个专注力，让你离你就是想要做的事情越来越远。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哦，过去这些困扰你的这些小小的事件，这一些压力源，它即将要排除。过去就真的有很多耗尽你们能量、精神能量的一些压力源，使你觉得说你好像没有办法在工作跟个人生活中去达成一个很好的平衡。接下来呢，我觉得你们会先去注意的就是身体的健康，你会先去顾好你身体的健康，你身体健康好了，你精神也好了。然后刚刚说过，你们正在去经历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好事件，你在往前走的过程中，真的有些朋友会在财富上翻倍的成长，有些朋友你会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跟机会，这样子美好的人，这些东西都会让你跳脱出来，转移这个注意力，甚至你们就会完全离开让你产生很多心累纠缠的那个组织体系的那个环境当中。你可能会去转换工作，内部的转换，内部的调动，或是你完全去跳脱出一个就是不在当下的那个公司服务了，你去换了一个新的行业，或者说换了一间新的公司，在这个能量场中更加符合你心中此时此刻的待遇，这个气氛，还有一些工作上的福利，更加符合你心中理想的一个工作跟生活可以去平衡的一个模式。我觉得你们可能真的会去在个人生活上有更多美好的经历跟体验。总结来看呢，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真的非常好，而且这个好是身心灵都很好，结合式的好，你们的能量会整个往上窜升，你们会得到刚刚说过来自指导灵、守护天使直接的接触跟直接的帮助，直接的讯号。如果这组朋友本身是修行人，或者说本身是在这个身心灵领域有兴趣、有涉猎，或者说有耕耘的话，我觉得你这个灵性或者说修行层面会有很大的突破，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应，你会去想通，会去理解明白很多事情。因此你理解明白之后，你也会发现你做很多事情越来越顺畅，你往前走，你所看到的一切，眼前的景色更加的不一样，你眼前的世界正在转换，你经历的这一切都会让你惊呼惊奇跟这种惊叹，就是有很多奇妙的感觉。你们是往前走，并且是往上走，去穿越整个这个草地，去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去看见不一样美丽的风景。在这样子行走的路途中，你会感受到很多宇宙给你的爱。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所想要去经历的就是这个涅槃的过程，它是一个回家的过程，它是一个心灵回归的过程。所以很多朋友，你其实是在
你这个人生的体验当中去找到一条灵性的回家的路，去明白宇宙的智慧跟真相。所以你们的整个上升能量的提升是没有极限的，一切就取决于你们想不想要，你们相不相信。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2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好，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我是米娅，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你们在哪一个方面即将迎来好运？你有什么样子的愿望即将要实现呢？好，首先呢，我们一样来先对应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的状态哦。好，第一张牌是 kindness、forgiveness。好。这2张牌的话，首先呢，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们要对自己仁慈一点，或者说你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其实我觉得第3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非常好的，甚至你们有很多的优势，很多的天赋，就是在外人眼中看到的你们，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可能你很会念书，头脑很不错，很聪明，很有智慧，或者说你特别的细心，然后有些朋友你可能外表非常的有优势，或者说做事有聪明灵快这种感觉哦。那有些人我觉得你们是那种内心很单纯，人家会想要去跟你亲近的人，就是你们其实身上有很多的条件非常的好，然后有很多的特质是受人欣赏的，可是你自己好像没有看见，或者好像没有发觉哦。你们不仅会去跟自己比较，也会去跟其他人比较，那总是有一些地方是你不擅长的，总是有些地方是你的这种短板，你不是这么厉害的地方，但是你就会好像硬逼着自己要去把很多事情做好。那我觉得你们对自己很严格，甚至有些时候当下的那个状况是好的，只是你们可能要求的又更多，你可能觉得要做到100%才是最好的，那其他人也许说现在这个状况有80分，他们就觉得非常不错了，所以你总是觉得可能还要更好一点，或者说当下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的满足，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不容易去放过自己，甚至有时候你身处的那个环境，外人看起来已经是 OK 的，可是你们却又觉得说，哪里你其实是会找出一些毛病，或者说当时的这个氛围上，你总是觉得还缺少了一些什么。其实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用心去看，第一个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很美好，身上有很多美好的特质，所以就要提醒你说，不要一直去看自己的缺点，不要去放大自己不好的地方，而是把焦点看待就是转换，应该说其实你们身上很多的特质它并没有好跟不好，就是你把焦点转换去看待你身上这些独一无二的特质。好，有些地方好，它是可以在，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可是你在某些地方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特别去体察别人的情绪，就是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体贴。那如果你是一个就容易想很多的人，那他也是不是可以把它讲成是一个思虑比较周延的人，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用很多的去形容词，特别是把这个正向的形容词去替换掉一些负向的形容词，去形容同样的一件事情。只要你们愿意去这样对自己之后，其实我看到你们会越来越有自信，你们真的是已经很多地方都很不错，很美好。那另外就是对于周遭身边的人给的你的一些帮助，给的你一些资源，你们也要去看见。可能你会就是比较容易跟别人比较，就会说那个人好像拿的更多，或者说那个人的这个父母，或者说那个人的这个所在那个环境得到的资源更多更幸运等等的。其实你们身边我觉得也是有人在关心你，有人在爱你，有人在想要去陪伴你等等的，你们并没有
真的说缺少很多，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只是看事情的那个观点，要对自己仁慈一点，然后要对周遭好得到的一切感到再多多满意一点，说再多多满足一点，不然我觉得这种朋友有时候你们可能会给自己比较多的要求，或者说你可能会想要在更多的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理想，好还要更好，精进还要更精进，所以也会成为一些压力源所在。其实你们蛮聪明，或者说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的时候大智若愚，可能你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很简单很天真的一个模样，但其实你们的内在是很有智慧的，但也不要因为就是这种好像给自己就是很多事情都要想得太透彻，想得太明白，然后把自己搞得很累。感觉上这组朋友你们必须要去放松一点，你们需要去舒缓一下一些压力。我觉得你们应该在蛮多地方其实都是有达成某项成就的，达成某一个成绩的。好，那如果你真的看见了，或者说真的你达到了这个里程了，你也要稍微去放松一下，稍微给自己一些玩乐的体验的开心的一个时间。好，接下来这张牌原谅。好，这个人他很像是在呐喊对着天空在呐喊，感觉你们心里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应该是过去的事情，你们表面上风平浪静，表面上没有事情，可是你内心其实常常在好像觉得有不公平，觉得想要去呐喊，觉得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应该要被抒发出来可能是一个关于你们在感情上，或者说金钱上，或者说在人际上的一个损失，发生了一些让你觉得很痛心的事情，让你失去了重要的人事物，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特别是在一种很突如其来的状况，你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它很像是没有预知的。比如说呢，我觉得在感情上突如其来的背叛，特别是你认为这个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去背叛你的人，你觉得你跟他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信任的关系，你觉得全世界人都背叛你，就是这个人不能也不会背叛你，没有想到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个人的模样跟你想的不一样，可能你觉得你们的这个友情也许它是一个这种你的朋友，你觉得你们的友情是很坚固的，可是他却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却为了一些利益去出卖你，去背叛你，你会觉得很不理解，因为你永远都是把这个情谊情分看得比金钱利益或者说名声其他东西还要重要，没有想到对方却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叛呢，它有一种双重的打击的心痛，一个你很爱的人，很相信的人，甚至是一个亲人，你会认为说你们的关系不应该如此，你是无条件的信任他去处理一些事情，没有想到他处理的结果却让你很失望，好像都是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不考量到你，甚至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压力跟痛苦。有些人你真的是被骗，而且是被骗了蛮长一段时间你们到现在我觉得心里还有很多不能够去接受的地方。也许这个人你跟他和解了，表面上和解了，恢复关系，也是可以继续说话，可是你对于他当下做的那一件事情，你其实是不能够原谅，甚至到现在还是很难去放手的。那这件事情就某些的朋友而言，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个延伸的效应，就是如果是感情，很可能有些朋友你就是在这个旧的感情中跌了一跤，被背叛之后，你接下来在面对新的人，内心其实会有很多的不自信跟恐惧，甚至明明感情发展的还不错，对方也蛮喜欢你的，但是你就会去想一些会不会有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因为你害怕受伤，你不敢去敞开你的心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你总是觉得说一定要感情非常的确定，你才想要去投入，你才想要去付出，不然你宁可就是让感情浅尝即止，把好感先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然你真的很怕自己会受伤。也就是说，我觉得这种过去的能量，有些朋友其实还是在延伸哦。你们内心有一个创伤，有一个洞，这个洞还没有被愈合，这个洞还在流血，有点像是它快要愈合的时候又被戳动了，就是又有人去捅它，让你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疗愈哦。所以我感觉上有些朋友，你内心还是有一个黑洞，有一个伤痛的地方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下面的牌哦。这一组的朋友，宇宙要给你们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呢？接下来出现的这张牌是蝴蝶转变，蓝色跟黄色的蝴蝶，这边还有一朵玫瑰花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这个伤痛的这个情绪啊，它可以得到治愈，它可以得到疗愈，这个是宇宙给你一个很大很棒的一个礼物。蝴蝶象征着转变、重生跟复活。那这个蝴蝶它是从毛毛虫变成蛹，它并不是立即的从毛毛虫变成蝴蝶嘛，它中间有经过一个蛹的阶段，所以呢，它其实它的这个转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也许你们现在还在蛹的这个阶段，你们还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好像还在不见天日的这个时光哦。但是真的，你往外去看，这边有一个爱心的这个钥匙孔，你去面向希望、面向阳光的地方，其实后面那些走过的路真的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会迎接很大的一个好运。蓝色的蝴蝶，它是一个好运的象征，它可以去实现愿望。同时，我也看到你们的内心啊，蓝色它象征着平静、和平的一种精神上的一个调和。也就是说，你们接下来的这个情绪可能会从一个很难以放下、不能够去接受、觉得不公平，到你能够去超脱出来。这组的朋友，你们的内在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甚至有些朋友，你们的物理环境也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你到新的地方开始生活，有些朋友，如果你生命中有面临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你需要去离开，说你需要去离开一个旧有的环境，到新的地方重新去生活，或者说你需要去离开一个错误的关系，你需要去离开一个你明明知道是错的，你明明知道是没有结果的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对你来说它是一个转变，它是好的。好，当你们真正内心的伤口被疗愈好之后，其实你们的这个振动频率，当你们蜕变成蝴蝶之后，你们振动频率所震动而来的人啊，他也是一个精神饱满，他也是一个非常轻盈的一个能量。如果你过去内在有一些匮乏，有一些不安全的话，很可能跟你这个吸引而来的人，他身上也有一些议题，你们一开始在一起会互相的吸引，可是到最后会越走越痛苦。也就是说，当这组的朋友觉得你们疗愈好之后的这个能量啊，其实会让你有很大的一个转变，甚至在这个整个疗愈以及你们转变的过程中，你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要去面对这一切。你看到上方有玫瑰花，然后旁边呢还有4只小蝴蝶，我觉得身边会有人出现来帮你，甚至会有一个很像是亲密恋人的这一种关系，他会来帮你，他有很大的疗愈力，同时他也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头脑，也许他会跟你去分析一些利弊得失，他会跟你去梳理爬梳一些可以去怎么想，他是怎么想，
面对你曾经遭遇的一个事情，以及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子去过生活。我觉得你会得到这样子的指引，这样子的帮助。你本来真的是过不去、解不开的心结就解开了，同时你也可以借着跟这样子的人，这个人的谈话，你的内心得到了一个舒缓。就是你跟他谈话的时候，其实内心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安慰，对你来说就像是一个心灵的避风港，心灵的一个解药。你遇到的这个人啊，他会在绝望之中，会在你绝望之中伸出一把援助的手来帮助你。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是孤单的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继续活下去就有希望。你继续活下去，就可以看到曾经伤害你的人，或者是说曾经背叛你的人，他们的这些因果，他们最后的一个下场，或者说他们之后过的一个日子会是怎样。你不需要因为他们的错来去惩罚你自己。而且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绝对可以去蜕变，你们绝对可以去逆风翻盘，你们绝对可以去摆脱一个不好的状态。你过去如果曾经在感情、在事业，或者说在这种人际关系中跌跤、摔跤，也不要害怕，不要因为过去的这个伤痛就畏缩、就害怕、就不敢往前走。我们绝对可以说，这边的能量就是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去忘记那个坑，忘记那个害怕，忘记那个担忧，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去蜕变，继续的去拿回，去看见你本来应该有的美好的人生。可能过去啊，你身边的人，或者说你的这个原生家庭是比较习惯用负面的态度去批评你，比较少给你一些称赞，以至于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是比较严厉。但是因为你自己已经习惯很久，或者说你已经把一些东西内化，你自己是不知道原来有些东西别人不是这么做，有些东西可能是有问题，有些东西它可能是造成你自己不平衡、不舒服的来源。我觉得现在这个出现的这个有点浪漫又疗愈的这个能量，这个人他真的能够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见你的优点。他不会去逼你，而是他会去鼓励你，他会去让你有时间、空间、有资源去发挥你的特长，发挥你的所能。他看见你都看不见的你埋藏在内在的一个潜质，可能你们还在蛹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接下来会变成漂亮的蝴蝶。他也鼓励你去经历这样子的痛苦，有点痛苦的转化的过程，因为他知道你们最终会变成这个轻盈飞翔、不一样的美好的能量，漂亮的这只蝴蝶哦。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治疗混沌的一个状态哦，它是一个旋风的龙卷风，而且大家有看到旁边也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颜色、五彩缤纷的一个蝴蝶哦，在这边出现。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它这边是一个螺旋的能量，它也是代表一个治愈的能量哦。这个治疗啊，它是一个从内心深层的这个你受伤的地方，好像帮你直接的打一针，注入营养。特别是我觉得有一些你们不想要承认的伤痛，他都会去看见，他都会帮你做一个深层的治疗。如果你的现在的生活，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身边的能量有一些混乱，有一些摸不清楚头绪，或者说有某一个状况是一直出错的，一直不是这么好的话，其实真的你们可以去调整自己，你们可以去把一些东西做完结。比如说如果你过去有一些事情总是弄错，总是出错，这个金钱的这个好像记账，或是说你在某一方面你总是没有办法做好，没有办法完成，或是你一直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念书，或者说关于某一个事业的开展出现了瓶颈的话，其实在这样子的混乱的过程中，有一个治愈的潜在的能量，而且这个治愈啊，是在你生活各方面各个层面都将被治愈。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
你们会获得一个内心极大的平静，就是这个混沌跟混乱的一个状态，它会转变到一个平衡和谐，这个就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个祝福。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想要求的，或者说你们希望的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没有烦恼，也没有太多的担忧，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不要有太多很像突如其来的意外需要你去应付，而这个在混乱过后，在这个暴风圈走后，你们其实就可以去达到一个完完全全平衡的能量。然后这边呢，因为有非常多的蝴蝶，我感觉到有一些朋友可能你自己从事的这个工作有点像是家族的事业，可能你们家代代都是从事这一行，然后你父母也希望你走类似的行业，或者是说你们家是自己经营某一项行业，然后自己开公司，你也可能要进去帮助帮忙去学习去传承等等。那有一些朋友我则是看到，也许你是自己在家里去发展你的品牌，发展你的事业，你在这个家中啊去做一些，对于如果你们已经成家的话，你们运用你在家的时间去做一些对于你金钱上可以有增加收入的一个工作。我看见这组朋友，其实你们在行动上其实是有积极的在做一些事情。那在这样子的能量中，其实宇宙要告诉你的是，你不用太过着急，或者说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一定要把很多事情都放在自己的肩头上，或者说不要好像把这个行事历排得这么满，让自己都没有喘息的空间。其实有的时候啊，留白它是一个艺术，也是一个美好。因为如果你们真的是好像把自己逼得太紧，可能因为你们想要自己在外人呈现是一个美好的状态，因此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也请你们休息，也请你们停下来，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休息或停下来，这个只是说这样子的充电的过程其实是对你好的，而不是你硬撑着疲惫的身体，或者说很虚弱的这个精神去做去完成。你们需要休息，你们需要充电之后，你们再回来，其实这个风暴很快就会过去。你们在好像离开或者说放下的过程，放下一些把你困住的这些事物的过程，你去离开，你去放松，你去旅游，你去接触不一样的人，学一个新的语言，学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等等，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它会让你补充精力，恢复正能量，它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有创造力。这组朋友你们绝对会好像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身心灵得到滋养，甚至得到很多的点子，就是突然你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应该要这么做，或者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完成，其实你内心就自然而然会浮现这样子的声音在跟你对话。好，接下来呢，再看一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勇气。好，这一张牌很奇妙大家仔细看这张牌它的这个背景，它的底图其实是一个藏宝图，这边有画一个地图，一个航海图。所以这张牌其实你们需要的指引真的已经呈现给你了。你们现在缺乏的就是一点点的勇气你要去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去克服恐惧，去接受有一点点的风险，有一点点的冒险面对未知的时候，你们真的需要勇气。这个勇气它会冒一点风险，但是你们绝对会进步的。你们必须要让恐惧离开。好，这张牌很可爱是说我给你们今天一点小奖励，就是你每一天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就像给自己一块小小的甜点，小小的蛋糕，给自己一个奖励吧。好，
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其实也对应到前面跟你们说的，就是要对自己仁慈一点。有的时候没有做完就算了啊，然后有些事情，其实也真的没有这样子着急，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全力100%的去做，有些地方就做到80%就好啦，有些地方你就有做就好，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要给自己一些娱乐，要给自己一些甜头，或者说不要因为想要去省钱省过头而去太过亏待自己。即使你觉得你今天还没有完全的去达标，你也要去给自己一些奖励啊，就是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你人生的这个清单上，你要把快乐跟对自己好放在很优先的位置。如果你人生一直过得不快乐，只为了去忍耐得到一个好像未知，或说一个以后，其实你们会有一种，我觉得内心对于这组来说会越来越感到匮乏。你的忍耐可能是为了之后的某一个目标，但是因为这个世界它只是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在变化，所以有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你并不是那么能够去掌握的。那何不如你在每一天的一点一滴都去给自己一些奖励，都给自己一些奖赏，你们绝对配得上这个蛋糕。这个蛋糕的寓意就是你应得的一些甜点，你应得的一些照顾，你应得的一些奖励，还有你应该要好好的在物质上对自己好，你们是值得的。同时啊，我觉得你们不需要很去陷入某一个戏剧化的情境中，这是你们接下来的能量，你们不会再去好像很辛苦的把自己去卷入一个又一个必须要去费力应付的情境跟挑战中。你们接下来只会去关注生活中对你有益的事情，任何让你能够去快乐的事情，任何你想要去沉浸在其中有兴趣的事情。看见你们越来越去爱自己，会去告诉自己说，你最近发生了什么好事，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然后要如何善待自己，给日常生活中一些仪式感。以及对于你今天来说，好，你今天给自己的蛋糕，你今天给自己的甜点是什么呢？如果生日没有人陪你，就自己去买一个蛋糕，去许愿，去点蜡烛，你要自己去庆祝生命中所有你值得珍惜的事物，真的是很重要。不要去小看这样子的仪式，这样子的力量，它会给你们的心灵带来莫大的安慰跟感动。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生命，在这个生命之中的细湖中。好，这一张牌的能量，大家有感觉到非常的清凉，非常的凉爽吗？好，这边有一个女孩子，还有她身边有海豚的伴侣，象征着亲密关系的一个爱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在感情生活中会感到很圆满。如果你现在已经在一段关系，而这一段关系让你不满足的话，我觉得有2种情况。第一个，你可能会去离开这一段关系，去进入到一个新的，让你觉得能够完完全全的经历到高潮，经历到快乐，以及完完全全情绪上被承接，是你想要的一个理想的感情。那有些朋友，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个感情啊，你是要跟这个人走下去，只是当下你们有一些矛盾，但是其实你们内心还是有过去很多美好的记忆的话，我看见你会重新的跟这个人恢复连接，恢复沟通，以及外在会有一些情势转变，你们中间的这个阻碍会被移除。这个漂亮的蓝色的湖啊，代表是一次完全的心灵的洗涤。也就是说，如果你过去跟某一个人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些困难，或者说2个人有一些这种积怨已久的这种伤痕跟矛盾的话，也会被处理掉，也会被解决掉。
就像海水透过沙洲或是礁石进入到西湖的时候会被净化，同时在西湖里面它也不受外在的这个波流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你跟某一个亲密的重要的人的关系哦，你们也可以回归到只有两个人的世界，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被处理的，以及有一些旧有的矛盾它是可以去解开，是可以被净化的。这张牌还有一个回到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能量，想象你自己在雾中，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线都已经不存在了。好，一切的这个时间，或者说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的这个智慧、这个生命的课题，你都可以在现在去运用。这一切都属于你的，就是说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将会感受到一个无垠无限的一个状态，你的灵魂的本质是非常辉煌的，你可以去根据你目前的情况去提出一些相对应的问题以及目标，你该往哪里去呢？你通通都可以在这个西湖中去找到解答跟找到答案，所有的答案都会渗透你，填满你。你们就像享受这个生命的这个西湖中冰蓝色的甜美的水域一样，你就是在这个智慧之水、净化之水当中，你会找到答案。准备好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深吸一口气，把全身都进入到这个西湖中，你们可以带走所有的智慧。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内心其实是非常非常雀跃的，你们可以去放松，你们可以去做一些比较无厘头，或者说你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你可以去吃你喜欢吃的东西，以及你可以去把自己的外形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梳理，重新的变到一个你更加精致、更加美好的一个状态。其实这组朋友很多的你们，我觉得是已经在外貌上是不错的，是占有优势的，或者说你有一些这种特性特质，就是让人家想要一看再看，而你们会更加发展出属于自己独特的美。也许过去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这种美，大众的美，可是接下来属于你的这个独特的优势，以及属于你的这种气味、特长、印记，将要被发扬光大，将要被看见。你们能够去体验你在这个生命，在这个世上所有值得拥有的美好的幸福，你们也可以在这一片冰蓝的湖水中去得到治愈，得到疗愈。你身边会有海豚的同伴，他就是跟你同频共振的灵魂，他很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也有可能是一个你的这种友谊上的一个合伙人、帮助者，以及跟你一起往前行的一个同伴、友伴都有可能哦。好，我们的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有一个被诱惑的感觉。被什么诱惑呢？它是一段甜美的一个关系哦。同时我觉得这个关系它有一点点给我的感觉像是有些朋友你们好像会被一个比较刺激的感情所吸引，这个甜美当中也包含了一点小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地下恋，它有一点点是那一种三角恋，但是又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能量。你们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抵抗就坠入的一段感情，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这样子的感情它带来的结果并不是撕裂、破碎、心痛以及一个不好的循环，因为这种太过戏剧化的情节此时此刻并不适合你，它会让你晕头转向，它就像是吸血鬼一样会去耗尽你所有的活力。所以今天宇宙给你的这张牌，我就说它带给你的这个诱惑感就很像是在谈一场禁忌之恋、地下之恋，或者是说这种很刺激的感情，就像是会去激起你肾上腺素的感情，但是它最后的
结果是非常甜美、非常美好的。也就是说，我刚刚说过，少部分的朋友可能它里面真的是有一些三角竞技的成分在，可是我觉得更大多数的朋友是它有类似的感觉、类似的氛围、类似的情境，让你觉得很开心，但是它实际上并不是这种好像并不是真的跟这种道德啊，还有一些法律上的议题有关的。它只是这个情境跟氛围是让你觉得心跳不已，没有办法去克制的，脸红心跳的一段感情。好，那就是有这样子的人突如其来的让你这个本来可能心如止水的灵魂重新的去被唤起，重新的去被激活，甚至你们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感情跟恋情，好，把自己变得更加美丽。不管是在恋爱中的男人或是女人啊，这个外表都会更加的容光焕发，都会更加的有魅力。同时，这样子的感情也帮助你发挥内心真正的一个超然的力量。我觉得它会指引你到一个更高的精神的境界，它会去调高你身上的那个光辉光晕的一个能量，就是你们其实也会因为这段感情闪闪发光，你也会因为这段感情看见希望、看见美好，而去驱逐了非常多的一个黑暗哦。你们就是在这个甜蜜中被这个粉红色的泡泡，或者说粉红色的这个氛围，恋爱的氛围包裹住，黑暗已经完完全全的不存在了。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透过觉醒，透过感情的一个滋润，对你来说啊，其实你们的生命会进入到一个很和平、很祥和跟很美好的状态。甚至是一个比较放松跟放空的状态。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做出一些生命不一样的一个选择。也许你会在这个某一个忙碌的生活中去按下暂停键，你可以去让自己真心的完完全全的去奉献在一段感情中。好，也有一些朋友，这个感情它其实是你生命中的推手跟助力。我看见你跟这个人有共同的目标，你们想要去达成你们又有了新的希望。你们在很多的温柔的爱中，你被包裹着，你被爱着的同时，其实你内在就会产生极大的力量，你们会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美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哦。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把这个点亮你的光辉的这个旋钮哦。好，把这个灯泡的中间的这个光丝去点亮，去照亮。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这张牌啊，我觉得你们跟宇宙的终极能量接上了线，就是你们达到了觉醒。觉醒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体验哦。当你打开了这个光芒之后呢，你在所有的日子中都可以过得很平安，过得很放心。如果你们生命中有一些悬而未解的这种官司，或者说悬而未解的一些健康的议题，一切都已经即将要渐渐的明朗。好，这个觉醒它像是一个动态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状态，它像是一场舞蹈，它像是一场扭动。我看见你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内心会变得更强大，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们会更加的有勇气，会发现自己做得到。那你们目前的这个能量啊，就是你们目前的这个能量，跟你点燃这个光辉的灯泡的能量，我觉得有差到10倍以上。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们整个人的精神状况会好非常多哦。你会常常听到身边的人给你称赞说你这件事情做得很棒，你想到一些别人没有想到的地方，以及你把事情很不费力，但是又很完美的做到位。那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得到你真心所想要的生活。只要这个是符合你振动频率的，其实都能够吸引得来。就是这个调亮的决定就在你的一个手上哦。不论你想要过的是一个很舒适、很清幽的小生活，或者是你想要去开创、去看见更大更远的世界，都可以。你们可以去，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调你的这个亮度，你可以缓慢的让它慢慢变得更亮，慢慢变得更亮更亮，或者说你可以一下子把它扭转到底，一下子就发光发热。一旦调整好之后，就你们就会去维持到那样子的状态，你们真的是可以舒服的休息。你看这个灯泡，它连接到的是太阳的能量，所以对你们来说，你们就是直接连接到太阳的能量，宇宙的本源。你不要担心会断电，好吗？你们绝对会有足够的能量。这个阳光会直射进你的灵魂中，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被充电，完完全全的充满活力。很多事情对你来说就是迎刃而解，可能这种卡很久的一个研究案，或者说过去想不通的一些事情，你过去就是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叠交，你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差这么临门一脚，接下来一切都会得到解决。那另外我也觉得你们的金钱运势看起来会是蛮不错的，因为这边也有很像是金光闪闪金币的能量吧。那另外我觉得你们的金钱运势也会蛮不错的，金光闪闪的点子突如其来就来了，突如其来就迎来一些合作跟邀约的机会，或者是说你过去好建立起的一些模式得到了回报，得到了丰厚的成果，过去的投资让你现在可以安然的过着一个半退休的生活。说你过去建立的一个事业体系，你看见它真的实实在在的收到了金钱上的一个回报，真的可以去养活你跟养活你的一个家人。所以这一组的朋友，这整副牌的能量非常棒，有金钱上的好消息，也有感情上这种让人觉得很刺激的这种诱惑的一个恋情存在。好，这个是宇宙给你们的礼物哦，希望你们接收到这样子的能量。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我是米娅，下次影片见咯，拜拜。